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4年1月29日的走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1月26日走势的基本信息。它的开盘价是185.50，收盘价是183.25，在盘中最高价是在186.78，最低价是在182.10。那在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幅值是达到了4个点。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是收在了前一日 K 线最低的上方。当日的成交量是 1.073 亿股，是前一个交易日的 0.54 倍量缩。KD 值双线是继续下行，开口略有缩小。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在继续下行的走势中。MACD 双线也是继续下行，开口增大，在零轴的下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长的红柱。那这些信息说明目前股价的空头趋势在增强。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在1月26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上下影线的小红 K 线，它是一根下跌的 K 线。那它所处的位置呢，是在股价下跌的行进中。我们会看到当日的这根 K 线啊，它没有新低的出现，并且呢，收盘价是收在了前一日 K 线最低的上方。那在这样的一个位置出现这样的一个线型啊，这是一个典型的休息的 K 线。那也就是说，日后股价呢，有上行或者下行的可能，但就目前的这样一个下行的走势啊，我们认为日后股价如果不能够站上193，也就是这根抱有大量的这根实体长红 K 线，也就是如果不能够站上它的最高，那股价将会有进一步的下行。好，这是我们对这根 K 线信息的解读。那接下来我们来分析后续股价的走势。我们调出辅助线。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1月26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是给出了2个方向，带有条件的。一个是股价会出现反弹，收盘价会在195，在这个位置。另外一个可能，股价会出现继续下行，收盘价会在175，这是第一个可能。那第二个可能呢，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横盘，收盘价会在182附近。实际在1月26日收盘价是在183.25，出现了横盘向上。那至于我们预测的横盘啊，在收盘价的点位上虽然接近，但是走势是完全不同的。那我们预测的横盘呢，股价会有新低的出现，在这个地方会出现一个止跌的信号 K 线，而实际生成的是一根休息的 K 线。那我们刚刚从 K 线信息解读，如果日后股价不能够站上这根 K 线的最高，也就是193，那么股价将会有进一步的下行。所以因此我们先来看日后股价的下行。好，那我们来看股价下行目前的第一个目标，不变，依然是152，是这个位置。对，那也就是股价在跌破了194之后，也就是跌破了这个低点之后，继续出现了底底低，也就是说继续确认自2023年7月19日以来的空头趋势。那么目前股价下行的第一个目标一定是要瓦解这一波的涨幅，也就是要跌破152，就是要回补下方的这个缺口，这是第一个目标。那这个目标如果被跌破，
那我们会看到股价接下来的目标就是101，或者我们取整数叫102，它是2023年1月6日起涨的一根 K 线，也就是说之前股价是在这个地方有头高，在这个地方有底高，这是一个多头的趋势。但是呢，在9月份，也就是这个涨幅呢，并没有突破前高。那这样的一个多头啊，实际上已经被瓦解，就是这个位置被跌破的时候，也就是在10月19日的时候被跌破的时候，那么这个多头已经被瓦解，那建立了新的空头趋势。那么建立新的空头趋势之后，它一定是要目标，我们说的是目标一定是要跌破102这个位置的。对，那目前我们会看到下行的走势是越来越强。对，好，那么第一个目标是152，第二个目标就是102。那我们再来看上行那我们会看到，依照这样的一个空头趋势，头低底，那我们会看到，那很有可能股价会在这个地方出现一个反弹的走势。但是呢，我们会看到，在这个地方是留下一个缺口，这样的一个大幅的下跌等于就是说将股价一次性带入了下一个位置，所以目前股价反弹，我们刚刚从 K 线信息也说了，反弹的条件只有一个可能，就是股价要重新站上193，因为在这一天是抱有大的成交量的。那如果股价日后能够站上这个193呢，那我们会看到会有大量的，一定会有空头进入，那么之前有这样一个大的成交量的支撑，我们认为一定能够推动股价的反弹。否则，如果股价在到达193之前继续出现反转向下，而跌破180的话，那么股价一定有进一步的下行。好，那我们现在来看反弹。对于反弹，目前或者说我们说上行的第一个目标依然是223不变，因为只有站上这个位置，才能瓦解自12月28日以来的空头趋势。但是到达它之前有几个关键的标志位，一个我们刚刚提了193，还有一个这个缺口的中线恰好是在200关口，所以缺口的中线通常是强压力或者是强支撑，那它又在200关口，所以193和200这两个位置都是强压力。同时我们也会看到5日均线值呢，也是在这个缺口的范围内，所以在到达223之前，这个 K 线最高，对，223之前，那193、200关口、5日均线值，包括10日均线值都是强压力，所以这个位置呢，想要到达这个位置，压力还是很大的。好，那如果这个位置能够被站上，换句话说这是非常不容易到达的位置。但是如果股价能够到达这个位置，那它的目标一定会挑战，或者说是去测试265的。对，好，那么站上这个位置，接下来的目标就是241，它仅仅是压力位，那真正的目标就是265。也就是说，出现一个例如，比如出现一个微型的反转，对的。好，那这是我们说的股价的上行的3个目标，我们重复一下，是223、241和265。那我们还要关注到这条下行的趋势线，股价如果站上
223之后，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压力，就是这条下行趋势线和日后 K 线的交点。如果股价出现反弹的话，之前都是遇到这条趋势线而出现的反转向下。好，这是我们说的股价下行和上行，对下行和上行的说明。那我们还想补充一点，就是目前股价出现在这样的一个位置啊，实际上是给股价带来了一个大的范围，也就是大的不确定性。那我们会看到上行和下行的首要目标是在223和152之间。那如果我们再扩大的话，那应该是在我们来看一下，是在300到300关口到这个152，是这一波。也就是300关口到152是一波，然后股价一旦是跌破了这个位置呢，会把股价的运行范围扩大到300关口到102这两个范围。好，那这是我们对日 K 线图的一个解读说明。我们再来看看周 K 线图。我们先去除辅助线，来看看 K 线信息。好，那么我们会看到，在1月22日当周的周 K 线图生成的是一根实体长红 K 线，并且抱有大的成交量，收盘价跌破前低，也就是194这个位置。那么，而且呢，我们会看到，之前我们在上一周我们对周 K 线图来解读的时候说，出现这样一根价跌量缩的天剑线啊，在这个地方很容易是出现一根实体长红 K 线的。那么目前，一旦出现了这根实体长红 K 线，我们会再来看 K 线组合，这叫一星二阴，一星二阴，这是下跌的动能的一个 K 线组合。那也就是说，在接下来一个交易周，股价会有进一步的大幅的下行。对，那么这个一星二阴，怎么样才能被瓦解呢？那只有日后在周 K 线图当中，股价如果能够站上1月8日当周这根 K 线的最高，也就是241，那只有日后股价能够站上这个位置，才能够瓦解这个一星二阴的下跌的动能。对，所以我们如果从 K 线信息解读啊，在接下来一个交易周会有一个大幅的下行，或者说是至少会有新低的出现，也就是180以下的低点一定会出现。这是我们从K 线信息的一个解读。那我们再来说，这样一个一星二阴的下跌动能呢，如果要是反弹呢，我们说在股价目前这个位置，在到达241，这是有非常多的压力的各条均线值。同时，刚刚我们从 K 线信息解读的时候，我们也提到了有231是吧？还有如果向下是有193是一个关键的位置，然后还有一个200关口，然后再加上223，对，在这个位置，实际上就是这个休息 K 线的最高，这都是强压力，而且都是重要的标志位。好，那这是我们对 K 线信息的解读，也就是一星二阴将预示着股价会继续下行。
那我们从 K 线信息上来说，有没有反弹的可能？反弹的可能只有一个条件，就是在接下来一个交易周，在周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这个一星二阴的 K 线组合的最低，也就是180这个位置的。一会儿我们回到日 K 线图的时候，我们要给出盘在1月29日盘中的观察位。实际上，这个180是接下来一个交易周全周我们要关注的一个位置。也就是只有在它的上方运行，才有可能出现反弹。好，这是我们对 K 线信息的解读。我们再调出辅助线。那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次对周 K 线图解读的说明。我们预测在1月22日当周呢，如果股价出现反弹，会到达225；如果出现下跌，股价会在195附近。那实际我们会看到股价已经跌破了这个位置我们给出的观察位是这根星线的最低是208这个位置。那在周中呢，我们会看到股价一直是在它的下方运行，那一定会有收低的表现的。那这根 K 线恰巧我们会看到是在250均值这个地方是遇到了一个支撑，那这个位置很有可能会成为一个强支撑，就是在接下来一个交易周股价如果是无论是低开盘还是高开盘，有可能在新生成的250均值这个地方继续遇到支撑，而推动股价的反弹，这是唯一反弹的一个可能性。好。当然，我们说，如果股价在周一，开盘是一个大幅的低开盘，甚至是跳空的低开盘，那这个250均值在180附近将会成为一个压力，然后再有大量的空单进入的话，会推动股价继续出现一个大幅的下行。好，这是我们对之前信息的一个回顾。那么在新的一个交易周，我们要给出周 K 线图当中的股价的目标位。我们先来说下行，我们认为股价会收盘在175附近，我们把它调整到这个位置。对不起，说错了，是165。对，在接下来一个交易周股价的收盘价很有可能会到达165，然后上方如果出现反弹，那有可能我们认为会站上200关口，在202附近。因为只有在接下来一个交易周股价能够到达这个位置，才有可能会推动股价继续反弹，否则股价会遇压而再次出现一个反转向下。好，然后呢，我们再把这条观察线调整到180这个位置。对，也就是在接下来一个交易周，股价只有在这条观察线180上方运行，我们认为才有可能收盘价到达202。如果股价在它的下方运行，那我们认为一定会有收低。对，好，这是我们对周 K 线信息的解读。我们再回到日 K 线图。日 K 线图我们刚才给出了没有给出观察位，但是这个观察位是和之前一个交易日是不变的，就是1月25日这根 K 线的最低。在1月29日，股价只有在盘中不跌破它，才有可能出现反弹。对，好，这是我们对K 线信息和日后股价走势的分析。我们再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那目前在收盘价在这个地方虽然是价涨，但是量缩，这个位置是不可以进场抢反弹或者是做多的。我们指的是技术上，因为价涨量缩在这个地方我们会看到遇到压力，股价很有可能会继续反转向下而突破180。对，所以在这个地方是不可以进场抢反弹或者是做多的，在技术上。好，那
我们再来看空头，空头我们只讨论空头，不做空头的操作建议。空头现在空头的目标一定是152，也就是要瓦解这一波涨幅。对，那目前空头要守的位置就是193，也就是从193一直到上方的223，这都是空头要守的位置。其中193到200关口，这是强压力，是空头一定要守的位置的。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1月29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那如果各位网友方便，请能否在屏幕的下方按下点赞按钮，以帮助本频道的推广，谢谢大家。首先到来的压力位是前一日 K 线的最高187，然后第二个压力位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是从191到193，在这个位置。然后第三个压力位是从193到207，是这个缺口。虽然5日均线值和缺口在数值上是连接上的，但是我们愿意把这两个压力分开。对，好，那我们再补充说明，其中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会在203附近，在这个位置。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会到达220附近，是在这个位置。我们再来看下方的支撑，下方首先到来的支撑就是前低180，第二个支撑不变是163这个位置，实际上也就是下方的这个小的缺口这个位置。好，当然第三个支撑就是152。好，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我们给出1月29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股价会继续下行。如果是这样，它将是一个低开盘，然后股价在盘中最高会到达184，最低下方会到达174，在这个位置，然后收盘会收在175附近。那么它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低开盘，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184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下行。第二个可能，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反弹，如果是这样，它将是高开盘，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181，上方最高会到达190，然后收盘会收在188附近。那它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高开盘，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180的，也就是前低。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出现这样的反弹。那出现这样的反弹，我们认为收盘价会站上这根休息 K 线的最高，然后呢，为日后的反弹做好准备。好，那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4年1月29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谢谢大家。